下，你的佛珠硌着我了。既知硌到了，为何不躲？臣女为何要躲？殿下不是已经破了戒吗？苏瑶瑶，你是顾二弟的未婚妻，他也配。不过，就算是又如何？殿下不喜欢吗？别动，姑不能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殿下修佛多年，可知何为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若这是地狱，姑早为你下了。姐姐，你今日这衣裳是不是紧了点？我都替你喘不过气来。苏瑶瑶，你穿什么不一样？面色蜡黄，毫无仪态，还有这胸脯，哼，不知羞耻。二皇子，我们是有婚约的。若不是看在皇后和太傅府的面子，本皇子看你一眼都嫌恶心。云儿这般弱柳扶风才是真美人，你这身子太丰腴，丢尽脸面。要我是女主，我不得弄死这对狗男女！刹车失灵了！我不是被车撞了吗？这里是……难道我穿越了？辛苦这部真雷的活！我靠，穿书了！这副神仙好身材，竟然被一个绿茶和一个瞎眼渣男 PUA 到死。傻姑娘，你的仇姐姐替你报了，我会让他们一个个跪着看，看你这副身子究竟有多美。小姐，你醒了吗？宫里送来了帖子，说是太子殿下回来了。小姐，您怎么？这要是让柳姨娘瞧见，指不定又要说您不知检点。喘不过气，难道由着他们勒死我不成？不知检点。春桃，你是我娘当年从太傅府特意带过来的陪嫁，对吧？是，夫人临终前嘱托过奴婢，一定要护好小姐。那你就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我不恕凶了，一口饭我都不拉下。我苏夭夭的身子，轮不到任何人说三道四。可是小姐，二皇子他最不喜丰腴的女子，您这样，他怕是更厌了您。二皇子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你手里的是什么？是宫里的帖子。3天后，皇后娘娘在宫中设宴，给刚回京的太子殿下接风洗尘。往年姨娘都借口推了，这次是皇后娘娘亲自点名。太子萧沉渊，这些死人颜色，全部拿去烧了，一件不留。烧了？可小姐3天后要去赴宴，没衣衫可怎么成？照这个样子，去城里找最好的裁缝，用最上层的素纱裁剪，玫瑰花露、牛奶、珍珠粉。另外去准备这些，我要敷脸。至于我娘留在大房的嫁妆单子和钥匙，这2日我也要一并收回来。可姨娘和百般阻拦的账房那边，还有，小姐您打听太子殿下爱去哪儿？自然是去偶遇啊。清冷佛子啊，最喜欢了。姐姐可醒了，妹妹特意熬了老参汤来看望姐姐了。姐姐醒了就好，这是妹妹特意让厨房熬的参汤，最是补气。姐姐怎么把这不扯了？是因为昨日吉姬宴上，二皇子嫌你面黄肌瘦，不配有婚约，姐姐心里难受，才如此糟践作践自己。可惜了，汤色虽亮，用的却是最次的参须边角料，怪不得妹妹显摆。到底是姨娘养的，从小确实没见过什么像样的好纹样。姐姐好生无礼，我可是好心。我病体未愈，就给我吃这个，猪狗都不识得操食，亏得姨娘费心。姐姐误会了，姨娘是想着你要受到二皇子欢心，讨他欢心，他算个什么狗屁东西？春桃，
去我外祖沈家名下的药道铺子取极品药膳，从今儿起拿我娘留下的账本开支，用最上等、最费钱的抱参赤肚调养我苏夭夭的身子。是，姐姐怎么这般奢靡？姨娘掌家克勤克俭。你手上的手镯，头上的步摇，是哪个用你娘当年陪嫁丫鬟的私房银子打出来的？放开我！你疯了！不仅我娘的嫁妆，连父亲这些年的俸禄和二房私产，全输到你那好舅舅柳大富的地下赌坊里。若父亲知道，他该作何感想？妹妹回去捎句话，我急急了，2天之内把账本和库房钥匙完好无损的送过来。如果不送，我不介意让我外母和在大理寺的舅舅带人帮姨娘理一理家事。姐姐莫得意，3天后宫宴，太子殿下自幼修佛，最是厌恶放浪轻浮。姐姐这场路资深，还是收敛好，免得冲撞了贵人。人参最差，里面的毒药倒是下得极其大补。太子萧沉渊，我们3天后见。他彻底疯了！慌什么？天还能塌下来不成？娘，苏夭夭那个贱人，她真的不一样了。她连裹胸都不束了，身段妩媚的紧。她甚至知道舅舅在外赌钱的事，还扬言要拿回他娘的100万嫁妆。他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。他还威胁我说，不交出钥匙和账本，就让太傅府的大理寺卿舅舅上门抓人。娘，他万一真告诉了父亲，或者太傅府要强行插手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太傅府，姜太傅那老东西早就治审多年。当年我能让他那个绝色娘亲病重死在榻上，能把他那个碍事的世子哥哥自愿发配去边关，让他在侯府憋屈做了10年叫花子。如今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，也想在我手里翻出浪来。可他今日的神态句句带刺，而且他不束胸后那副身段，简直和他娘是一个模子里剥出来的尤物。死鬼的种，百般搓磨，竟还是生了一副一模一样的祸水苦肉。云儿，记住了，只要你能攀附上二皇子，让你弟弟坐上世子之位，这永宁侯府迟早连骨头都是咱们的。苏瑶瑶算个什么东西？可圣旨赐婚还在，二殿下毕竟是他的未婚夫。二皇子如今眼里只有你这尊清水白莲。3天后宫宴，你只需好好表现，让他对苏瑶瑶彻底感到恶心作呕，这婚约必然能动。可3天后，听说佛门不出的太子殿下也会出席。傻姑娘，那太子萧沉渊整日吃斋念经，最是厌恶放浪轻浮、胸前饱满的狐媚行径。苏夭夭若敢在宫宴上显露她那勾人的招摇身段，我们便在背后帮她烧一把。万一被皇后娘娘和太傅府查出，陈贵妃如今正得盛宠，而皇后背后的太傅早就折了势，她那病秧子皇子还不知能不能活。一个不近女色的和尚太子，能顶谁呀？女儿明白了。小姐，这些年您受了太多的苦了。都过去了，从今往后，只有我让别人受苦的份儿。春桃，我那个长我5岁的亲哥哥，大公子苏清润，在边关可有消息？大公子，去年中秋，差人带回1盒塞外奶酥，可柳氏转脸就给扔了，说塞外垃圾不配入您的口。打那之后，就再没信儿了。父亲，休要再信这贱妇的枕边风，夭夭才是正妻嫡女，您怎能看她饿得头晕眼花？逆子，你庶母目无尊长，边关正好起战乱，你现在就滚去边军守城。打发走唯一的嫡长子，再把我当叫花子养废，柳姨娘还真是下得一手好棋。这永宁侯府的世子之位，该是谁，就得落到谁的手里。
老奴临世，奉老夫人之命，前来伺候大小姐。奴婢白哲见过小姐。嬷嬷快请起。外祖母身体可好？老夫人安好，只是日夜惦念小姐。听说那柳氏在府中越了规矩，老夫人立刻让老奴带话，该您的一分一毫都不能让。有劳嬷嬷，我既然醒了，便不会再让人欺负了去。惊蛰古语，略通拳脚，白露心思细腻，精通要领，有我们守着，看谁还敢使阿扎手段。嬷嬷来得正好，我这身子骨继承了母亲，有些东西吃不得，往后院里的膳食得劳烦白露多劳心了。老奴明白，断不让奸人所害。还有柳姨娘替我保管我娘的100万嫁妆，时日不短了。小姐，可要老奴去国公府请调家丁，强行？不急，我父亲那人最重脸面，强行要顶多是割柳氏身上几两肉，我要的是让他亲手把我娘的东西连本带利全部送到我手上，而且还得求着我要。小姐思虑之周全，堪称神仙局。老奴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对了，嬷嬷，长辈们都有别的叮嘱。老夫人说，3天后的接风宴，虽是皇后娘娘之意，但太子殿下心思深沉，生平最不细人算计，小姐须得格外谨慎。谨慎？我自然会谨慎。不过这场宫宴，谁算计谁，还未可知呢。殿下，永宁侯府那边有动静了。说，苏大小姐没死成，醒后性情大变。太傅府派林嬷嬷进驻她的小院，柳氏私会贵妃宫里的太监。当年失了母亲，粉雕玉琢的丫头，后来每一次见，却都低着头，缩着肩，跟着二弟，形同一朵枯萎干枯的花。告诉太傅，姑知道了。姐姐们莫笑，二皇子不过是看父亲面子，多关照我罢了。云儿，你就是太温柔，谁不知道二皇子连那草包的吉吉宴都没给好脸色。可姐姐前几日还训我，说我群山太艳，失了侯府体面。他自己面黄肌瘦，勒着胸，活像个尼姑，也配教训你？他竟敢训斥你！殿下莫怪姐姐，她是嫡女，训斥我是应当的。只是她说我不懂规矩，不该与殿下走得太近。今日宫宴，定要他给你下跪赔罪。殿下别这么说，姐姐有陛下赐的婚约，云儿受点委屈不算什么。婚约？若非母妃逼我拉拢太傅府，我如何会理那个面黄肌瘦的蠢货？等娶进门，立刻抬你为平妻，绝不让你矮他半头。走，时辰到了，诸位随本殿入席，一同看看那苏瑶瑶今日能翻出什么浪。永宁侯府嫡女，我倒要看看还能扯成什么样。这是苏家那个嫡女，也太美了吧！姐姐今日穿的当让人不敢认呢，只是这领口开的未免太显身段了些。今日宫宴太子在场，姐姐还是端庄些为好。苏二小姐此言差矣，苏大小姐这一身清雅脱俗，比那些戴满金银的庸脂俗妇高明100倍。正是，苏大小姐姿容出众，极长咱侯门千金的威仪。
打扮的这般花枝招展，勾勾搭搭给谁看？不知廉耻！二殿下大可不必如此羞辱于我，我心里是明白的。殿下与妹妹情深意切，瑶瑶都看在眼里。我虽与殿下有圣旨婚约，却也绝非那一心夺人实爱、爱人美满姻缘的穷穷恶人。这婚约既然是陛下亲赐，夭夭一介弱智女游，自然不敢置回。但这婚约若让殿下不快，夭夭明日便去皇后姨母殿前跪上3天3夜磕头求情，也定会成全你们2位有情人，祝你们终成眷属。正牌的未婚妻，反倒要看未婚夫与旁人卿卿我我。是啊，二殿下真是宠妾灭妻，宠得毫无规矩。本殿非这个心思，只是这黄昏岂能说退就退的？姐姐，女儿断没有与您抢人的意思。妹妹莫要自轻，姐姐既说要成全，就必然说到做到。只是夭夭极是担心，若是等姐姐这婚约彻底退干净，妹妹紧接着便入了皇子府，外面那些碎嘴的，保不准要谣传妹妹是趁着嫡姐病重将死，行了勾引未来姐夫的狐媚事，污了妹妹一生清誉。夭夭明白了，殿下放心，我今后定不会再对殿下生出半分野望。太子殿下到！这是什么人间极品？清冷禁欲，偏偏生了张让人想拉下神坛的脸。臣女敬太子殿下一杯。殿下面前休得放肆！冲撞宫宴，拖下去，禁足3月。殿下，我错了！殿下，穿越舞。暖情香，苏云儿，你当真够狠！臣女失仪，惊扰了殿下，请殿下恕罪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平身吧，今日是为太子接风，诸位不必拘礼。谢母后关怀，儿臣不累。都坐吧。方才本宫在大殿外，倒像是听见里头有什么动静。回娘娘，方才不过是些意外，姐姐她身子虚弱，一时不稳，并非是有意要冲撞太子殿下的。哼，母后，儿臣方才瞧得清清楚楚，苏大小姐行主失当，确实冲撞了皇兄。她这不懂规矩的恶习，非1日2日，还请母后皇兄莫要降罪。回姨母，方才这位舞姬不慎摔倒，袖中飞出的粉末险些洒到臣女脸上，臣女一时惊慌，失手打碎了酒杯，这才险些冲撞了太子殿下。记忆里，这个外甥女往日见人总是低头缩肩，声音小如蚊子，可此时殿中的她脊背挺直，凤骨清雅。瑶瑶没吓着吧？快到本宫身边来，让本宫瞧瞧。可怜见的，这衣裳都脏了。殿下别生气，姐姐她定是无心的。无心？母后，儿臣看她是故意穿的不伦不类，想勾引皇兄注意。苏瑶瑶，你以为你换了身皮囊就能？启明，瑶瑶是你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，注意你的言辞。启禀皇后娘娘，这舞姬袖中藏有精巧暗带，装的是媚香粉。方才她转至苏小姑娘桌前，是蓄意撒药。奴婢没有，奴婢真的是不当心。你袖中暗带针脚隐秘，摔倒的时机、药粉洒落的方向皆毫厘不差，是不当心。苏大小姐可曾与人结怨？臣女久在深闺，不曾与人结怨，只是方才粉屋迎面来时，臣女隐约听见这位歌姬低语了一句：“对不住了，苏大小姐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。”姐姐，你可不能
口喷人！这武姬与你素无往来，怎会害你？定是你惊慌产生的幻觉。妹妹这般笃定，莫非妹妹知道什么内情？我怎会知道？够了，够了！母后，这点微末小事何必闹大？苏夭夭行止失当，惊扰皇兄，云儿好心替她说话，她倒好，心思恶毒，反咬一口。姐姐欺负妹妹，简直不知廉耻。二殿下说的对，是臣女不好，臣女这满身脏粕，不该继续出现在这，惹殿下与妹妹生厌。慢着，二弟，事情未查清，不必急着下定论。林峰将那犯事的武姬押下去，交内廷司。至于苏大小姐，受惊非她之过，反倒险些被人构陷，她何错之有？谢殿下体恤，物归原主。谢殿下。药性真烈，姐姐方才受惊了，妹妹心里疼得紧，特来给姐姐赔罪。哎呀，天哪！姐姐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大冷天可使不得，你快随我去偏殿偏房换件干净小衣，妹妹都替你备着呢。妹妹，这杯酒当真是泼得极准。姐姐，这酒字粘人的紧，还是随我去偏殿换身衣裳吧。妹妹那儿连热水和干净小衣都是现成备好的。妹妹当真体贴，连更衣的热水和衣物都早早备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本姑娘今夜必定会湿了衣裳？我不过是备着以防万一。要不我现下折返，去跟皇后娘娘和几位大人说道说道，妹妹不小心泼了嫡姐一身湿衣，你说别人会不会觉得你是有意设计让嫡姐出丑，好独占二殿下的目光？姐姐当真会说笑。既然姐姐不信我，那我让我的丫鬟送姐姐去东侧的更衣室，那儿离着重殿大宴近，换得最快。好啊，那就劳烦妹妹了。妹妹，方才太子殿下私赠了这件不离身的贴身器物，要我好生收着。你说，殿下对我是不是另眼相看？太子赠珠？怎么可能？那清冷如佛的和尚怎么会看上他？苏瑶瑶，今夜之后，我要你在这后宫偏房彻底沦为万女唾骂的残花败柳。陆大小姐，门内屏风后已备了干净如底，奴婢就在门外为小姐守着，断无人来扰。下三滥的招数，真是不见长进。殿下，外面的杂碎已被迷香药物控制，守着。苏小姐，可有受伤？殿下，臣女无碍，只是这屋里好古怪，臣女觉得头晕得紧。林峰，开窗，此处有药，不宜久留。姑差宫女送衣服进来，你……表哥，我好像支撑不住了。表哥，外面那些人走了吗？臣女怕得紧。没人了。
孤在此，无人能伤你。殿下，你的佛珠呢？平时最是不离身，今夜怎的不带了？表哥，你心跳得好快。穿上。那表哥能转过身去吗？表哥，那个他们准备的新制礼衣，好像没给臣女拿贴身穿的小衣。姑让宫女送来。可是现在去叫人，若是被旁人看见，殿下深更半夜守在女更衣室，臣女的名声就真的毁了。那苏小姐的意思是？殿下，能不能借臣女一剑？看了这么久，不给个赞吗？给你。那殿下，姑还有事，1刻钟后，林峰自会送人进来。收拾妥当，回席。跑得倒挺快，不过来日方长呢。姑娘换好衣衫后，请随奴婢移步清音阁，娘娘在彼处等候您。清音阁，避开众人深夜要见我，我那姨母看来也是个不安分的。本宫身子有些乏了，歇息片刻，诸位自便。皇后居然亲自离席，难道去给那草包收拾残局？若让皇后把更衣室的事压下去，我可就白忙活了。殿下，我很是担心姐姐。本殿不想提起她。姐姐去更衣室已有半个时辰了，方才我好似瞧见有个龟缩粗鄙的男人也往偏殿更衣室去了。什么？我真怕姐姐行差踏错毁了清明。殿下，我们可要赶过去帮衬一下。走，皇子倒要亲自去瞧瞧，不知廉耻的丑八怪到底在房里偷什么汉子。殿下，门是虚掩着的。苏夭夭，你给本皇子滚出来！苏云儿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人人……殿下，您怎么了？别摸那衣物，我们快出去。云儿，你今日怎的长得如此好看？殿下，这是暖情香，快开门！开门！让本殿好好疼你。今日更衣殿发生的安杂事，你怎么看？回娘娘，
有人想让臣女在宫宴施针，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心里有数，只是尚无能呈给陛下的实证。委屈你了，你是姐姐留下的唯一骨血，本宫自然要疼你。可你也瞧见了，大雍后宫不太平，没有倚仗，迟早被二房那家子生吞活剥。那个自幼修佛的太子，你在席间也瞧见了吧？你觉得他如何？太子殿下清冷出尘，臣女不敢妄议。清冷是清冷，可到底是男人。瑶瑶，你是聪明孩子，应当知道本宫让你去接近太子是为了什么。太子虽养在本宫名下，毕竟不是亲生，他若不愿娶妻生子，东宫之位如何能稳？一儿年幼体弱，陈贵妃在后宫步步紧逼，连你父亲永宁侯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墙头草。若真让二皇子记了大痛，咱们谁也别想活。你出身名门，是太傅的外孙女，只要你入了太子的眼，生下东宫长子，这太子妃的位置，乃至将来，便都是你的。姨母放心，瑶瑶知道该怎么做。好孩子，只是二皇子那边婚约还没退，除非……娘娘，不好了，偏殿更衣室出事了。二皇子与苏家二小姐被人发现衣衫不整的躺在一处。你随我来。姨母快去吧，臣女随后就到。二殿下，妹妹，这份大礼可还受得住？听说是二殿下和那苏家的偏房庶女。天哪！方才在大殿时不是还规矩得很吗？看入迷了，想看后续记得点赞收藏。姐姐，你为何要这般设局害我？妹妹，我方才一直在清音阁侍奉皇后姨娘，何来害你一说？不错，瑶瑶确实一直陪在本宫身侧。娘娘，这屋里的香有古怪，是迷香。臣女不过是陪殿下来寻姐姐，一经闻了香，便神志不清了，定是有人要害臣女。瑶瑶，你先前在此更衣，可曾察觉异样？回娘娘，臣女确实在此更衣，只是臣女吸了香笼才离去的。怎么现在它又燃起来了？你胡说！你陷害我！妹妹莫急，我若未记错，你方才说你一进门就中了迷香，神志不清。那为何妹妹身上套着的是臣女先前沐浴遗落的藕色小衣？妹妹既已神志不清，又怎会有闲暇去地上捡起我的贴身小衣，还穿得这般整齐？都给本殿滚！看什么看？孽障！你还嫌不够丢人？母娘，姐姐，启明定是喝多了，才被这不知廉耻的低贱丫头使了手段勾引。贵妃娘娘，云儿一向知书达理，定是有人在背后设局陷害她。父亲这话究竟何意？难道你也觉得是女儿下药毁了亲妹妹的贞洁吗？我与妹妹虽非一母所生，可自幼处处忍让。今日妹妹做出此等失贞之事，女儿亦是白玉蒙嗔，痛心疾首。
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二皇子与苏二小姐既然已有了肌肤之实，为了皇室体面，本宫看不如就成全他们吧。姐姐，启明的婚约可是陛下亲赐，娶的该是太傅府的外孙女，这苏瑶瑶才是名正言顺的嫡女。嫡女又如何？如今二皇子与庶女情难自永，做出这等丑事，不要家国体面，难道还要委屈我太傅府的姑娘伺候这等不知羞耻之人？侯爷以为呢？娘娘，臣女愿意成全妹妹与二殿下。妹妹与殿下既已木已成舟，臣女若死守这婚约，反倒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。二殿下与妹妹两情相悦，臣女真心祝福。此玉是当年陛下亲赐的婚定信物，今日臣女物归原主，请娘娘做主，解除臣女与二殿下的圣婚。臣女自愿从此青灯古佛，为大雍祈福。苏大小姐既然如此深明大义，本宫定会亲自奏明陛下，成全你的成全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不过出家修行的话不必再提，你未来的婚事，本宫自有更好的打算。妹妹，这份大礼喜欢吗？青灯古佛，你这般心思百转的妖仙，佛祖怕是连门都不敢开。要说咱那苏家嫡女，真是菩萨心肠，眼见未婚夫与庶妹苟合，非但不哭不闹，反倒摘下婚约信物，跪求皇后娘娘成全了那对野鸳鸯。小姐，皇后娘娘送来的这些赏赐，未免太大方了些。姨母疼我是真，用意也深。她想要我牢牢拴住太子的心，好生个东宫长子，替他稳固后宫。老奴昨日在内廷打听到，偏殿出事那夜，太子殿下不仅连夜封了偏殿，说是清扫脏东西，还特意用妖香将您坐过的马车熏洗。殿下不近女色10余年，看小姐的眼神，当真是有些不同的。小姐，昨日您吩咐的事成了。柳姨娘那好哥哥柳大富这几日在赌关赢红了眼，借遍了私钱，这要压更大的。还有林嬷嬷找人经返的那件前朝古玉，她已经开价5000两在当铺压了，正四处去凑取息钱。贪心的人最容易两头失空。等过几日原主上门赎当，他拿不出，这亏空可就得用柳姨娘的骨头来填了。苏瑶瑶，你这卑贱的草包，是你下了药害我，我要你的命！妹妹这是说什么？昨日偏殿可是你自己急吼吼带二殿殿下去捉奸的，两情相悦做出的夫妻之事，怎么反倒怪起我来了？是你设计害我！那香炉里的烟，还有偏殿那个男人，你好狠的心！妹妹难道忘了那香和那个死掉的男人是你亲手点的，也是你亲自找的？你设计害我，我不过是将计就计。如今恶果自食，妹妹怎么还委屈上了？你承认了，我要去告诉父亲，告诉全天下的人。你去啊，
看全天下是信你这个在宫宴失贞的庶女，还是信我这个不计前嫌、深明大义的未婚妻。送二小姐回房，好生伺候，别让她再跑出来发疯。是。大小姐，姨娘知错了，求你饶了云儿吧，千错万错都是姨娘没教好，你要打要罚都冲我来。姨娘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，让人瞧见像什么样子。二皇子如今厌了云儿，陈贵妃只肯让她进府做个侍妾。大小姐，云儿毕竟是你亲妹妹，求你放她一条生路。放她生路？柳氏，你当年算计我母亲病逝，我兄长远走边关时，可曾想过留一条生路？既然二皇子重情义，3日后我及低，还请姨娘将我当年的嫁妆账本、地契和钥匙原样送回。这旧账繁杂，姨娘需要时间，慢些整理也无妨。只是后面是什么？想知道？我外祖父那边已经派人去大理寺调我娘当年的嫁妆单子了，若是对不上，恐怕不太好收场呢。对了，姨娘，我昨日在宫里得了皇后娘娘赏赐的一匹云锦，颜色太艳，我穿不合适，一会儿让春桃送去给妹妹。二皇子侧妃总不能太寒酸，您说是不是？多谢大小姐，多谢。姨娘果然能干，这账做的真是天衣无缝。大小姐过奖了，你娘的嫁妆，姨娘一向仔细保管。是吗？可我外祖父送来的单子上少了几样东西呢？东海明珠1毒，翡翠屏风1对，红宝橱头面1套，还有城西那3间铺子的地契。这些有些是损耗了，有些是被你哥哥拿去赌了，还是被你拿去接济娘家了？我没有，大小姐你不能血口喷人。我给你3日时间，3日后这些东西若不能原样送回，舅舅在大理寺的手段您是知道的。前2日刚把一个嫌犯挖了眼珠子，让他自己个儿吞了。哎呦，可吓死瑶瑶了呢。林嬷嬷，送姨娘回去。小姐，若她真拿不出来，我也没想她现在拿出来，说好连本带利，那可就1分都不能省。是。小姐，您交代准备的东西都好了，可您真要……明日去大相国寺。小姐是要偶遇太子？不，是去还东西。啊，我家小姐说了，点赞的送瓜子儿。小姐，您今日这身是不是太素了些？听说不少世家小姐都打扮得跟花儿似的，在这儿偶遇太子。花有什么好看？要当就当那摘花的人。哟，这不是永宁侯府的苏大小姐吗？怎么，二皇子不要你了，就想来攀太子殿下的高枝？李小姐慎言，佛门清净地，莫要口出妄语。别以为你在宫里装模作样，就能洗清那一身狐媚气。
太子殿下是什么人，也是你能肖想的。这佛珠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李小姐说笑了，这佛珠是太子殿下亲手所赠，怎会是偷的？不可能，殿下从不与女子亲近，更不会赠你贴身之物。那或许是殿下觉得我佛缘深厚，想与我结个善缘。殿下，您说是不是？殿下，赌赢了。他这种孤高的人最讨厌喧哗，却不反感有趣的冒犯。苏小姐，今日是来上香？是，也不是。臣女是来还东西的。殿下的外袍，那日宫中承蒙殿下相借，臣女清洗干净，又特意熏了香，今日特来归还。苏小姐费心了，不过是件旧衣，不值得如此。对殿下是旧衣，对臣女却是雪中送炭。洗净、熏香，这女子倒是一点也不灵。那串佛珠，苏小姐似乎很喜欢。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不然下次就不告诉你们说什么了。下次的，臣女自然喜欢。姑何时赐你了？可它缠在臣女的步摇上，怎么也解不开了。佛家常说缘分，这或许就是臣女与这串佛珠的缘分吧。这贱人竟敢当面勾引！苏小姐可知，那串佛珠是姑幼时拜入佛门时师尊所赠，跟随姑10余年了。10余年，那岂不是她的半生灵物？那当真是珍贵无比。臣女该死，竟不知此物如此贵重。臣女这就还给殿下。解不开呢，殿下，那就只能把步摇一起给殿下了。有劳苏小姐。物归原主本是应该，只是这佛珠在臣女这儿这几日，臣女总觉得心安，如今还了，倒有些不舍了。既然不舍，为何要还？臣女不敢僭越。佛珠赠有缘人，苏小姐若觉得心安，便是与他有缘。既是有缘，何来僭越？收着吧。那臣女就厚颜收下了，多谢殿下。殿下，臣女今日来还想在寺里上炷香，只是臣女对佛法不甚了解，不知殿下可否指点一二？苏瑶瑶，你竟敢烦扰殿下清修！可苏小姐在求什么？求家人平安，求心之所愿，皆能如愿。心之所愿，苏小姐的心愿是什么？殿下猜猜。姑猜苏小姐的心愿与姑有关。殿下怎么知道？莫非殿下会读心术？不会，但姑看得懂眼睛。苏小姐的眼睛里写着野心。殿下觉得野心是坏事吗？佛说众生皆苦，皆因欲念。可若无欲念，又何来众生？殿下修的是无欲无求，可臣女是俗人，我有俗念，有野心，还有想要得到的人。苏小姐，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女在说，臣女想要殿下的心。佛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可这世间总有些人有些事，让修行之人也难免动念。你的心太大，要的太多。那殿下给不给？这串佛珠既然是你的缘分，便好好收着。至于姑的心，看你本事。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，殿下？好啊，那就请殿下在那云端立稳了，看臣儿怎么将您拽入红尘。下一集更精彩。殿下，这里是佛门禁地，滚开！瑶瑶，我跑遍了侯府才找到你，你是来给我祈福的，对不对？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二殿下请自重。自重？
我们是有婚约的，你是我未来的妻子，我碰你一下怎么了？二殿下莫不是忘了3日前那纸婚约已经作废了？那是你一时气话，我知道你是气苏云儿的事，可那是意外。我是二殿下不下了药必解释，成全你与妹妹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我不信，你以前那么喜欢我，天天跟在我身后，你退婚一定是假的，是在试探我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苏云儿进门也只是侍妾，你还是我的正妃。等我娶了你，我一定发誓好好待你。二殿下，你还记得臣女最后一次给你送点心吗？去年腊月初7，我在你书房外等了2个时辰。这种粗劣点心也敢拿来，丢人现眼。今年上元灯会，我想跟你一起看一盏灯。我从马上坠落，你甚至不看一眼。臣女确实曾经喜欢过你，可那份喜欢早就被您一点点磨光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都是苏云儿挑唆。20岁的皇子，连是非都要听一个女人的摆布。您喜欢的是那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苏夭夭，而现在这个会反抗、会说不、会转身离开的我，您不喜欢也配不上。臣女已经有了新的念想，这串珠子是太子殿下赠与臣女的。不可能，萧晨渊那串从不离身的珠子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苏夭夭，你这是在报复我，你故意接近皇兄来气我。皇兄是什么人？他修佛多年不近女色，他不过是可怜你，或者是皇后逼他的，你别做梦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请二殿下离开吧。佛门清净地，不该有这些俗事纷扰。苏夭夭，你会后悔的。皇兄这辈子都不可能对女人动心，等你被他抛弃的那天，可别跑回来哭着求我。现在知道难过了。殿下没走。这是孤听经的地方，为何要走？哭了？没有。这里湿的，既然难过，方才为何不骂回去？以苏小姐的口才，让她更难堪，不难。骂她有什么用？狗咬了我一口，难道我还要咬回去？倒是清醒。金刚经，若心里不痛快，可以抄抄。殿下这是在安慰臣女？算是，也算赔礼。方才姑不该偷听。那臣女接受了。不过殿下，二殿下方才说您这辈子都不会对女人动心，是真的吗？佛说不可说。那臣女换一个。殿下赠我佛珠，真的只是因为赔礼？苏夭夭，你问题太多了。殿下还没回答臣女。答案你自己想。自己想就自己想，反正来日方长。下一集更精彩。萧晨渊通透强大，关键还真是好看的景。这种清冷下凡尘的人，不知道在榻上会是个什么模样。小姐，前面好像堵住了。柳星花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亲哥都要被人打死了，你还躲着当缩头乌鸦？去瞧瞧。小姐，林嬷嬷那边的钱钞古玉动了，柳大富收了假货，对方要他3倍赔偿，一共15000两，他拿不出，正闹着要柳姨娘拿侯府的钱填坑。绕去后门。小姐，这事若闹大了，侯府名声……名声？一个妾室的哥哥赌博陷债，丢的是柳姨娘和父亲的脸，闹得越大越好，等父亲兜不住了，自然会求到我头上来。侯爷，妾身真的不知道哥哥会做出这种事。那当铺是妾身娘家唯一的产业，他若还不上钱，是要吃官司的。吃官司那是他自找的。现在全京城都知道我永宁侯府有这种亲戚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夭夭，今日门前之事你也听到了，柳家那边到底是自家人，若真闹出官司，侯府面上不好看。父亲想说什么？柳家欠的债，难不成要侯府来填这窟窿？话虽如此的，但毕竟……父亲的意思是想让女儿出这笔钱。不是让你出钱，只是你外祖父和大理寺的舅舅
若是能出面说相，这案子……父亲，外祖父治世多年，最重名声，断不会管这等收赃赌博的烂事。姨娘与其在这里哭，不如想想那15000两银子，以及我娘嫁妆里那几样损耗的东西。3日之期，可没剩多久。大小姐处处紧逼，这是要逼死妾身吗？欠债还钱，难道姨娘觉得我娘的东西可以随便拿，外面的债可以随便赖吗？瑶瑶怎么跟你姨娘说话的？女儿不过陈述事实，超经有些累了，女儿先行告退。等等，你今日去见太子了？听说殿下赠了你一串佛珠。是，殿下说这是赔礼。那日宫中有舞姬惊扰，承蒙殿下相助。原来如此，太子殿下对你倒是上心。瑶瑶，亲事为父自会再为你筹谋。至于太子那边，殿下身份尊贵，你需谨言慎行，莫要失了分寸。小姐，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？他不过想试探太子的风头罢了。毕竟，太子这棵大树，谁不想割？春桃，明日去城西。小姐，那些铺子现在可是在柳姨娘的人手里。那本来就是我娘的，她占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还回来了。殿下，查清楚了，那暖情香是从黑市药铺流出的，买主是苏云儿身边的丫鬟。还有柳姨娘哥哥的事，背后确实是林嬷嬷的手笔。那件前朝古玉也是苏小姐安排的坑。今日永宁侯叫她去书房，苏小姐态度强硬，还提到了3日之期收回嫁妆。她今日回府后在做什么？苏小姐回房抄了会儿经，抄的是您给的那卷《金刚经》，抄得很认真，还让丫鬟磨了3次墨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殿下，您对苏小姐，老师托孤照拂她，孤自然要护她周全。麻烦。今儿不进货，要买布去别家。哎呦，这位小姐是……林嬷嬷，您怎么来了？王掌柜，这位是府里的大小姐，今日特来查账。大小姐，哎呦，瞧我这眼珠的，快请坐，小二上茶。不必，账本拿来。这账本前几日送去府里给姨娘过目了，还没送回来呢。要不大小姐改日再来？送去府里，可我昨日亲口问过姨娘，她说账本都在铺子里。那可能是记错了，或者是姨娘正打算送过来，半路耽搁了。等账本回来，我一定亲自送到府上。去后堂看看。哎，后堂不能进，账本真不在后面。小姐，找到了，藏在库房最里面的箱底。王掌柜，你这账做的挺有意思。去年腊月进货1000两，销货记录只有300两，剩下700两的蜀锦，你是自己穿了，还是变成蝴蝶飞了？下一集更精彩。这可能是记错了。今年2月的500两修缮费，这铺子去年8月才翻新，你是修了金瓦还是铺了银砖？我娘当年看你老实才聘你，柳姨娘掌家你贪了多少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大小姐明鉴都是柳姨娘逼小的，她说若是不做假账，就让小的卷铺盖走人。逼你？那这3年你名下莫名多出来的2000两存银，也是他逼你存的？惊蛰报官，贪污主家财物，按律该判几年判几年。掌柜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花50两买的云锦，一扯就破，赔钱！这位大哥，你说这匹云锦是我铺子里的，可有凭证？哟，哪儿来的美人儿？凭证？老子说话就是凭证。小娘子，不如跟哥哥喝杯茶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如何？你那爪子是不想要了？表哥，洋洋，给你吃柿子。洋洋，吃糕。瑶瑶，受伤没有？受伤没有？受欺负没有？我没事。表哥怎么来了？父亲听闻你来查账受阻，放心不下。谁呀？少管闲事！大理寺少卿江景臣光天化日寻衅滋事，侮辱重臣女眷，你说本官有没有资格管？大理寺，不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小的不知道这是江少卿的亲戚，小的这就走。走？
当街恐吓强抢民女，一句误会就想全身而退。阿玉在，绑了送顺天府。还有这个做假账勾结外人侵吞主家财物，够他在大理寺牢里蹲几年了。我的冤枉啊！瑶瑶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表哥，没事了，有表哥在，京城没人敢再欺负你。查账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跟家里商量？你也真是，若不是林嬷嬷报信，你还要一个人撑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想麻烦外祖父。说什么傻话！你也是江家的孩子，永远都不是麻烦。好，苏妹妹好，早听陈哥念叨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。什么苏妹子，叫苏小姐。苏小姐莫怪，我这人嘴快，我叫谢玉，叫我阿玉就行。你今日那对账的架势真绝了。见过谢小将军。瑶瑶，以前你总避着不见，是我的错，以前听信谗言，疏远了外祖家。不怪你，你那时候还小，又没了母亲。是江家没护好你，这是祖母让我带给你的。她说你及笄时没能亲手给你戴上，这块玉佩是你的底气。祖母她身体可好？好，就是总念叨你。瑶瑶，跟我回太傅府住几天吧。姑母的院子我们一直每日打扫，窗前的玉兰年年都开。那感情好。苏姑娘，江府后院那株老梅也……不过苏姑娘，你手腕上的这串佛珠，我也在那位大人的腕上见过。这紫檀珠的包桑和纹路，看着可真眼熟。这是……下一集更精彩。太子殿下所赠。太子的佛珠，那串他从不离身的紫檀佛珠。瑶瑶，太子殿下他……表哥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罢了，你先回府收拾，明日我亲自来接你回太傅府。至于柳姨娘那边，账本给我，大理寺会帮你查得清清楚楚。谢谢表哥。傻丫头，跟表哥说什么谢？表哥，他们没给我拿小衣。殿下，咱们还过去吗？回宫。他凭什么？凭什么说走就走，还敢带走大理寺的人抄了步子？侯爷，你要给妾身做主啊！账本有问题是你的事，现在你哥哥柳大富都要蹲大牢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江景臣是那么好糊弄的吗？妾身也是为了侯府啊，那些年开支大，悠悠他娘的嫁妆放着也是放着，借用一下又怎么了？借用？柳氏，你真当我是傻子？这些年你从夭夭那儿捞了多少，我真不知道。我念在儿女面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那是给你脸。但现在江家插手了，太子对年妍也上了心，你若再不知死活，侯爷，3日期限到了，年妍要什么你就给他吐出什么。至于你哥哥那笔债，你自己想办法填。苏媛媛，贱人！且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这段不妨留下瞧瞧。祖母知道你爱吃，一早让厨房备下的。多谢。慢点吃，以后想吃什么就跟厨房说。苏姑娘，江府张嬷嬷做的荷叶鸡才是一绝呢，明儿我让她给你做。你倒是不客气。我跟张嬷嬷熟嘛。谢小将军，性子真活泼。就是个皮猴，但人很好，仗义。今日是听闻你要回来，特意来护送的。表哥，外祖父会不会生我的气？瑶瑶，江家没一个人会生你的气。祖父这些年最悔的，就是当初没把你强行接回来。他说，对不起你娘，哭吧，哭完了，就该想想以后怎么过得更好。瑶瑶，来，小心台阶。发什么呆？祖父祖母都在等着呢。杨友姐姐，真是姐姐回来了。舅母，好孩子，可算是回来了。舅母以前不敢看你，怕你像以前那样躲着。舅母，是悠悠以前不好。胡说，明明是那柳姨娘不好，还有那个瞎了眼的二皇子。姐姐别怕，咱们太傅府的姑娘有的是人求娶，祖母天天念你。你小时候的秋千架，祖母昨日还让人重新漆过呢。祖母，大姐姐真的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你数着，一会儿就见到了。
我姐姐超赛，看完一定要点赞存下来。那是怀瑾，你5岁的小表弟，你怕是还没见过。你是大姐姐吗？是呀，你是怀瑾。祖母说大姐姐最爱吃这个，我偷偷藏了一块给姐姐。前世那些年的苦，好像都被这块碎碱心化开了。瑶瑶，外祖父，外祖母。我的瑶瑶啊，瘦了，回来就好，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先进屋吧，别站着受了寒。小时候也爱吃这个，你尝尝。好吃。景琛跟我说了查账的事，柳氏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外祖父，我娘的嫁妆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这些年被他挪用的，我要他连本带利。柳氏背后有陈贵妃撑腰，二皇子虽与苏云儿有事，但贵妃未必纳柳氏。你若逼急了，恐怕会惹祸。孙女知道，但正因如此，才更要快刀斩乱麻。果然不一样了。账本景深会帮你查。至于柳大富那笔债，老夫已放了话，3日不还，大理寺就以讹诈关卷拿人。多谢外祖父。姐姐，过几日镇国公府有赏梅宴，谢玉那小子可是求了我好久，一定要请你去。昨日他还专门打听你爱吃什么，谢玉那点心思全写在脸上了。婉宁，别胡说。老太爷、老夫人，太子殿下驾到。他怎么会来？真有这般巧吗？快请。老臣参见太子殿下，不知殿下驾临，有失远迎。老师不必多礼，孤今日出宫办事，路过此地，顺路过来探望老师，都平身吧。苏小姐也在。臣女今日回外祖家探望。老师近来身体可好？姑前日得了一方古砚，雕工古朴，老师想必喜欢，便带来了。殿下有心了，请用茶。姐姐，太子殿下好俊啊！他在这里竟笑得这般好看，凡尘动心一幕，值得点赞收藏细看。瑶瑶这次回来可要多住些日子，你瘦了这么多，外祖母得好好给你补补。都听外祖母的。姐姐要住多久？能不能一直住到过年，住到以后？你姐姐以后说不定就住家里了，再也不回那糟心侯府受气了。母亲，怎么了？玉玉本就是咱江家姑娘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殿下，您方才说有事请教，是关于南边水患的治策。父皇命姑协理，特来请教老师河工之策。认真专注的人，竟真的有些晃眼。姐姐在看谁呢？哦，原来是太子殿下啊！别胡说，太子真的好俊，就是太冷了。他那串不离身的佛珠，当真送你啦？天天啊！江二小姐在说什么？殿下，臣女刚回府，还未正式谢过殿下赠珠之。不必，本就是赔礼。赔礼？瑶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如此，殿下仁厚。是姑疏忽，让苏小姐受惊了。苏小姐在太傅府住的可习惯？这关心有些过界了。外祖家待我极好，自然习惯。江大人在大理寺公务繁忙，苏小姐初回京，若有什么急事需要帮忙，可以找东宫。多谢殿下关心。玉玉是臣的表妹，臣自会照应。表哥，他们没给我拿小衣。表妹？你常这般唤他表哥？是。天色晚了，殿下不如留下用膳，炖了悠悠爱吃的乌鸡汤。苏小姐也留下用膳。是。那姑便叨扰了。祖母，真的够了，夭夭吃不下了。多吃点儿，
女孩子丰腴些才好看。瑶瑶，专门给你炖的，趁热。谢谢表哥，瑶瑶一定喝光。这烟火气竟让姑觉得有些刺眼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姐姐快看！小心着凉，你身子弱，避着点风。谢谢表哥。那日偏殿，你换姑也是表哥。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佛珠戴着可还习惯？习惯，只是珠子有些大，臣女怕弄丢了。不会丢，这串珠子认主。认主。瑶瑶，该喝药了。饭后半个时辰，若迟了药效就不好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殿下慢用，臣女先行告退。大姐姐超棒，哥哥姐姐点个赞好不好？殿下，雨雨这些年在侯府受了很多苦。姑知道。臣知道殿下是受祖父所托照拂，但雨雨是江家的姑娘，臣这个做表哥的定会护她周全，无论对方是谁，臣都不会再让人欺负她分毫。江大人觉得姑是什么样的人？姑修佛多年，清心寡欲，可佛说众生平等，那为何有些人却总让修行之人难以静心？雪大了，回宫。姑要的又岂止是那一串佛珠？小姐，您怎么站在风口？白露姑娘叮嘱了，您身子还没养好，不能受寒。这世上能让萧沉渊动念的，只能是我。姐姐，谢玉那小子天没亮就折了这么多梅花送来，说是昨夜看雪中梅开的好，想着你一定喜欢。我和谢小将领才见2面，他倒是勤快。姐姐生的这般美，谢毅那家伙平日是个混世魔王，昨日回家竟问他娘姑娘家喜欢什么，把镇国公夫人都吓坏了。不过姐姐，这佛珠要是真的，太子殿下那串珠子从10岁起就没离过身。去年太后侄女求了天竺古珠献上，被他看也不看就退了，可他居然给了你。姐姐，他是不是对你？别瞎猜，不过是赔礼。小姐，您交代准备的东西拿来。这是什么？安神香，殿下那日说他睡眠不宁，这是回礼。你要送给太子，可要是他像退太后侄女那样退回来？送了，是我的心意。收不收是他的事。春桃，让惊蛰送去东宫，告诉殿下是我的一点谢礼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萧沉渊，你退得了朝臣的礼，退得了权贵的珠，却未必退得了我的香。撩人这种事得慢慢来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老夫人请您2位去正厅用早膳。外祖母，真的够了。瑶瑶，柳氏那边你打算如何？外祖父，孙女想今日就回侯府。才住了1眼，可是家里住不惯。不是的，柳姨娘那边3日之期已到，有些账总要当面了结。我陪你回去。不必，表哥出面难免有以权压人之嫌，这事儿我要自己解决。想清楚了？母亲的嫁妆我要1分不少拿回来，她贪的也得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姐姐好厉害，但柳姨娘阴险，一定要小心。若是她敢为难你，立刻送信回来。外祖父和表哥都在，别怕。孙女记住了。柳姨娘现在想必焦头烂额，哥哥欠债，账目亏空，江家逼宫，狗急跳墙最是危险。怎么了？小姐，前面有辆马车拦住了路。苏小姐，巧。回侯府唯一的路，你管这叫巧？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上车。姑有话问你，回侯府是要找柳氏算账？是。可有把握？有，殿下是在关心臣女。老师托姑照拂你，若出事，姑不好交代。殿下特意在此等候，就是为了问这一句。苏夭夭，你可知柳氏背后不只有陈贵妃？殿下什么意思？柳氏的哥哥柳大富不止赌博，他还放印子钱，开地下赌房，买卖官爵。这些人都是他的生意伙伴。
看来我动了他的钱袋子，等于断了这些人的财路。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所以殿下今日特意拦车，是来警告臣女的。是提醒你，既带了姑的佛珠，姑便有责任护你周全。责任？那殿下觉得臣女该怎么办？退缩，将我娘的嫁妆拱手让人？若姑说是呢？那臣女只能说，殿下看错人了。臣女这个人啊，最讨厌别人抢我的东西，抢了就要10倍100倍的讨回来。殿下要是怕麻烦，现在收回佛珠还来得及。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？这是姑的令牌，若有危险，持牌可调东宫侍卫。殿下为何对臣女这么好？佛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你带着姑的佛珠。苏小姐，香囊姑收到了，很香。殿下喜欢就好。佛子下神坛，有趣。殿下，柳大夫那边要动手吗？再等等，让他先玩一会儿。姑睡眠不好，这种事竟被你瞧出来了。好戏在后头，记得点赞收藏。瑶瑶，你姨娘这些年打理你母亲的嫁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那些铺子庄子，若不是她经营，怕是早就荒废了。父亲说的是，所以我今日回来，是特意要好好谢谢姨娘。姨娘替我保管这么多年，辛苦了。如今我已急逼，大理寺也在催交接，说好3日为期，想必地契和账本，姨娘都已经备齐了吧？瑶瑶，你一个姑娘家，哪里懂经营？这些事，女儿是不懂经营，但女儿懂算术。绸缎庄3年损耗3000两，城西米铺5年修缮5000两，这些账我请账房先生一笔一笔算得明明白白。侯爷，我真的没有贪墨，那些钱都投在经营上了。大小姐这是要逼死我呀！逼死？我拿回我娘的东西，怎么就成逼死你？除非那些东西早就不在原位了。没料到他查得这么深，这么绝。瑶瑶，都是一家人。这样，先把现有的首饰地契给你，剩下的我们慢慢整理，可好？慢慢整理，不必麻烦。算不清楚的，折价100万两，直接赔给我也成。胡闹！那些东西哪里值100万两？那生意日进千两，连夫人都入股了。真的？好，都投进去。不怕他贪，就怕他不贪。这种降维打击，他如何逃得过？好耶，大小姐既然非要，我也不是不能给，只是有些陈年旧物找寻不易。大小姐给我3个月，3个月后我不光还你嫁妆，连100万两也一并填上。3个月，姨娘是打算去抢钱庄吗？大小姐放心，妾身自有门路。只要那笔大生意成了，别说100万，1000万银钱也是顺手牵来。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哭。空口无凭，姨娘若真有此大才，总要给夭夭个保证。那大小姐想如何？日进斗金，稳赚不赔。立就立，妾身还怕大小姐赖账不成？那瑶瑶就等着姨娘的好消息了。苏瑶瑶，你果然在这里。二殿下有事？你去太傅府住了？怎么，侯府容不下你了？还是你迫不及待去勾搭你那位大理寺的表哥了？苏瑶瑶，你还真是不知廉耻。廉耻？二殿下与臣女那庶妹在偏殿苟合，被满京贵卫撞破时，可曾想过廉耻二字怎么写？你殿下不必急着辩驳，几十双眼睛都瞧见的风流，赖不掉。至于婚约早解了，殿下还是多操心云儿妹妹吧。别跟我提她，一个失节的庶女，若不是母妃压着，本殿早休了她。云儿再如何也是我妹妹，您有了夫妻之实，
就该负责。苏瑶瑶，本殿今日是来给你机会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本殿可以不计前嫌，重新娶你为正妃。殿下，您是不是觉得这世间所有的女子都该围着您转？您喜欢时召之即来，不喜欢时挥之即去。云儿妹妹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对吗？可惜啊，殿下，臣女现在不稀罕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皇兄吗？就因为他送了你串破珠子，你就以为他看上你了？苏夭夭，你别天真了。皇兄修佛多年，他不过是看你可怜。你站住！我今天把话撂下，你苏夭夭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女人。你少拿皇兄来气我，等他将来不要你了，你可别跪着来求我。二殿下，请放手。好，既然你敢气我，那我就把苏玉儿娶了，纳她为侍妾，天天在你眼前晃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。二殿下请便。所以二殿下请自重。侍妾，苏云儿若知道自己机关算尽，最后只换来一个侍妾的名分，怕是要气疯了吧。比起这些跳梁小丑，那位清冷金贵的太子殿下倒是更有趣。太子殿下，我要定了，点赞收藏，后续更精彩。老奴见过苏小姐，娘娘听说小姐身子不治，特命老魔送些滋补之物给小姐补补。多谢娘娘惦记，劳烦嬷嬷。小姐这串佛珠看着眼熟，是太子殿下所赠。殿下竟将此物赠与小姐，可见是对小姐看重的。正巧汤泉宫新引了温泉，娘娘想着请小姐过去小住几日。娘娘还说殿下近日为水欢劳心，也会去那儿静养。苏小姐若有闲暇，可多陪殿下说说话。小姐，皇后娘娘这是要您去引诱殿下。我知道，她想要生米煮成熟饭，给我和皇家一个名分。我也想看看温泉氤氲里是否还能守住她那一颗不染尘埃的禅心。苏小姐可算到了，娘娘特意交代，给姑娘安排了一处极好的听泉阁，最是清静。有劳嬷嬷。那边是听雪堂，专供太子殿下静养。殿下不喜喧闹，寻常没人敢靠近。果然，这就是皇后的苦心。小姐，您真要穿这些？进了水，怕是什么都遮不住了。食色性也，古人诚不欺我。佛说色即是空，若不让他见过这人间绝色，他怎知何为空？萧沉渊，我看你这尊佛到底能在那莲花座上稳坐多久？殿下，您瞧这梅花开得真好。哎呀，是姐姐啊，姐姐也来汤泉宫了，真是巧呢。臣女见过二殿下。你也来了？姐姐如今退了婚，是该清静些，不像我。殿下说了，回京便正式纳我入府。那恭喜妹妹了，二殿下肯纳你，是你天大的福分。夭夭，你何必这样阴阳怪气？臣女是真心，毕竟妹妹为了殿下，连清白名声都不要了，这般痴心，殿下可要好好珍惜才是。姐姐说笑了。对了，姐姐，你可知道太子殿下也在此？殿下素来罪恶温泉热量，这次竟也为了静养破了例。姐姐与太子殿下向来相熟，不如咱们一起去拜见，还是说殿下根本不想见姐姐？妹妹若想去，自去便是。也是，皇家贵胄毕竟不是谁都能高攀上的。你与其在这跟我耍心眼，不如想想回京之后怎么抓住二殿下的心，毕竟侍妾的日子可不好过。瑶瑶，只要你肯认错，本王还可以娶你为正妃。二殿下的正妃我才不稀罕呢。各位记得点赞收藏。二殿下与妹妹既然情投意合，不如早些一顶小轿抬个侍妾回去，繁文缛节想必也省了。臣女就不打扰二位赏梅了。撒开！殿下，姐姐她怎么能这样羞辱云儿？记得你答应我的，只要事情办成了，我就抬你为正妻。但若办砸了，云儿明白。主子，苏小姐方才在梅林与二皇子起了些争执，她可吃亏了。那倒没，苏小姐伶牙俐齿，把那二位气得不轻。
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林峰，属下在。去准备。姑也想泡汤了。主子，您不是最厌恶温泉的湿热之气，说是扰了精心吗？突然想了，不行吗？臣女参见皇后娘娘。瑶瑶来了，快坐。今日是自家人，不必拘礼。太子殿下到。儿臣来迟，请母后恕罪。就等你了，坐吧。皇兄今日气色不错，为水欢劳心，确实该松快松快。二弟有心。瑶瑶，我记得你小时候最怕冷，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。我记得以前我还会亲手给你。二殿下记错了，臣女体质原本就热，从不怕冷。别拿你那冻死人的手碰我。殿下怕是记错了，过后的姐姐虽强壮，但如今确实弱了些。太子殿下，您说是吧？苏二小姐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宫宴之上，还是少说话为好。皇兄，云儿也是好心。二弟，食不言的规矩，还需要姑亲口教你吗？这菜倒真是清脆可口。夭夭，听闻你在查你母亲的嫁妆，柳氏那边如何了？还算顺利，柳姨娘立了字据，答应3月内悉数归还。100万两亏空，3月还清。她倒真肯。大约是姨娘寻到了什么稳赚不赔的财路。二皇子，你可知柳氏有什么高门路？儿臣不知。母后，儿臣有些不舒服，先告退了。启明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。罢了，你们也散了吧。夭夭，且替本宫送送太子。就送到这儿吧。殿下，今日多谢。谢什么？谢殿下替臣女解围。你怕他？谁？二殿下，臣女为何要怕一个心中无道、只会自欺欺人的人？那就好。那串佛珠戴惯了。戴惯了。那便好。佛门无情，殿下的人却比这泉水还烫手呢。姐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二殿下喝多歇下了。姐姐，你这薄珠真是好看的让人眼热。这与你何干？姐姐，咱们一同去泡汤吧。汤泉宫新饮的合欢汤最是养颜，姐妹之间也该像小时候那样多亲近亲近才是。我最喜欢姐姐了，点赞收藏哦。说起来，咱们姐妹好久没这样亲近了。小时候妹妹总抢我的东西，衣裳、首饰，还有父亲的关注。如今连二殿下你也抢到了，该知足了。姐姐误会了，我与殿下那是……抢来的东西终究不长久。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水太热了，我闷得慌，先出去透透气。妹妹这就走了，不是说要多亲近亲近吗？鱼上钩了。是姑。殿下，您怎么？苏夭夭，姑允许你算计人，可没让你把自己当饵。臣女有迷药，白鹿配的。胡闹！若是他强行动手，你这点药能抵什么用？殿下，瑶瑶，别动！你在里面吗？云儿说你在这里等我。他的心跳彻底乱了。别出声。夭夭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等生米煮成熟饭。皇兄，二弟有事。皇兄，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云儿说瑶瑶约我在此，不然呢？二弟觉得还有谁该在这里？臣弟不敢，只是觉得皇兄平日静修，怎的今日想起来泡汤？皇兄一个人泡汤，怎么不见宫人伺候？姑喜静，二弟今日话很多。皇兄，我好像听见女子。滚出去！皇兄，你……姑说，滚出去。殿下，人走了。
殿下，苏瑶瑶，你故意的。臣女听不懂殿下在说什么，臣女只是被殿下抱得太紧，喘不过气。你故意让春桃透露行踪，故意引姑来，姑说的对吗？殿下既然都猜到了，为何还要来？主子，听允阁那边传来消息，苏小姐她正往汤元宫去了。不知好歹的小狐狸，殿下是被臣女撩拨到了吗？你就不怕姑把持不住？殿下，您的佛经念到哪一句了？色不异空，空不苏色。可臣女觉得殿下现在好像很色呀。殿下，把衣裳穿好，姑送你回去。真是个顽固的玉佛，可这玉佛分明在那儿发烫呢。殿下怎么不敢看我？走吧。您衣裳湿着会着凉的，若是病了，臣女会心疼的。无妨，姑习惯了。殿下习惯湿着身子吹冷风，这可不好。若是病了，臣女会心疼的。苏夭夭，适可而止。臣女做什么了？臣女只是关心殿下。苏夭夭，松手。不松。殿下感觉到了吗？臣女的心跳。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知道啊，臣女在勾引殿下。苏瑶瑶，你太放肆了。那殿下要罚臣女吗？是该罚，不过是什么时候？他在克制，他在罚疯。太晚了，走吧。殿下，臣女脚疼，走不动了。方才在池边好像扭到了。殿下，您抱臣女回去好不好？殿下疼。别动，再动，姑就把你扔进池子里。苏瑶瑶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臣女不想做什么，臣女只是想多看看殿下。殿下，您的衣裳还湿着，好好休息。春桃，去取一套干净的衣裳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苏瑶瑶，是你来招惹我的，记得要点赞收藏哦。殿下，您方才为什么来？受老师所托。只是受老师所托。若姑今日没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就凭那点迷药？苏瑶瑶，你太低估男人了。臣女没有低估男人，臣女只是相信殿下。臣女知道您这里，殿下又动来。苏瑶瑶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危险？危险？可殿下会护着臣女的，对吗？适可而止。若臣女说不呢？那便随你。佛子动情，果然比凡人更撩人。殿下，这朵莲此生只能为我一人而开。主子，寒气太重，该起身了。真是孽障。色不异空。小姐，昨晚二皇子那边动静可大了，苏二小姐被训得很惨，听说挨了几个大嘴巴子呢。狗咬狗，一嘴毛。不过对女人动手，萧启明这品色当真是烂透了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看。昨夜没睡好，不小心撞到了。撞得倒真是巧，跟个巴掌印似的。贱人，定是你昨晚使了狐媚手段把太子招来，害得二殿下迁怒于我。小殿下，小殿下，您使劲吸气啊！快去叫太医！让开，都散开，保持空气流通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想让小殿下在这里憋死吗？苏瑶瑶，你干什么？小殿下千金之躯，你竟敢动手动脚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还不快拉开他，他定是要害小殿下。我在救人，谁若再耽误一秒，
小殿下若是断了气，你们统统都要陪葬。急性哮喘，得快。别怕，跟着我，慢慢呼吸，吸气，吐气。还好前世为了照顾那个病秧子前男友学过这一手。快吸气，快点好起来。好些了吗？还闷不闷？你是谁？臣女苏夭夭，是永宁侯府嫡女，也是皇后娘娘的外甥女。大姐姐，我叫萧逸，殿下这病得随身带药。母后，这位大姐姐救了儿臣。姨母，臣女只是刚好路过。殿下虽然无碍，后续仍需太医悉心调理。娘夭，今日若没你，本宫真是不敢想。哼，装的还真像。殿下，姐姐大约也是误打误撞，幸好小殿下人没事。那你怎么不去撞？学了点皮毛就敢在大殿下面前显摆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二殿下诧异，苏大小姐手法娴熟，按压精准，绝非皮毛。若非苏小姐及时果断，纵是神仙下凡也难救。殿下，没用的东西，哭什么？昨晚让你办点事都办不好，滚远点！母后，太子哥哥呢？他说今日教我下棋的。太子呢？回娘娘，太医说太子殿下今日晨起感染了风寒，现在清心泉静养。胡说！太子哥哥那么厉害，怎么会生病？我要去看他。你自己身子不好，就不要去烦你太子哥哥了。等他好些了，自然会来看你。不，母后，太子哥哥病了，一儿要去陪他。原来那样强硬的太子殿下，竟也会被清泉冻伤。夭夭，今日你救了一儿，想要什么尽管开口。母后，救人乃是本分，杳杳未出阁，抛头露面本就不妥。若再得后赏，恐惹人非议。启明，救命之恩，岂能用本分两字搪塞？二殿下多虑了，臣女救人不为赏赐，只是小殿下身体弱，若娘娘信得过，臣女愿常来为殿下调理。好，那就有劳夭夭了。苏姐姐，那你一定要顺便帮我去看太子哥哥，告诉他一儿想他了。好，等会儿姐姐就去。苏瑶瑶，你何时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偏门？与二殿下何干？我是关心你，你一个闺阁女子，大庭广众冲跑男子身体，你知不知羞耻？二殿下说的对，那臣女问您，今日若是小殿下断了气，您是先保他的命，还是先保您那男女大防？您根本不会救人，因为您眼里女子的名节确实比人命重，所以在那日宫宴，您才能看着未婚妻被设计陷害而无动于衷。萧启明，您这种人根本不配谈舍生取义。苏瑶瑶，你……臣女告退。小姐，二殿下太欺负人了，您明明立了大功，他却往您头上扣黑锅。狗咬你一口，你非要咬回去？看够了吧？看了半天，连个赞都不点，我这眼泪白掉了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春桃，去小厨房，让他们熬一盏姜枣茶。姜枣茶，小姐您要喝？不是，给太子殿下送去。可是小姐，太子殿下在静养，听说听雪堂那地方寻常人都不让进。谁说我们要进去了？我们就在外头等着。昨夜在泉池里撩拨得太狠，倒把这尊冰玉佛给吓跑了。今日总该去顺顺毛哄一哄。殿下，您这病生的可真及时。外头怎么样了？苏小姐今日在梅林救了小殿下，皇后娘娘极是感激。不过二皇子说苏小姐说她不知羞耻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摸碰男子的身体。那她呢？苏小姐反击得很漂亮，二殿下当场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只狡猾的小狐狸，向来不是吃亏的性子。那只狡猾的小狐狸，向来不是吃亏的性子。主子，其实您这风寒不必装得这么重。多事，下去。小姐，咱们真在这儿等，太子殿下要是不肯见……苏小姐，殿下染了风寒，眼下正静养，不便见客。我知道，这是姜枣茶驱寒的，劳烦林侍卫转交殿下。等等，还有这个是治风寒的药丸，太医院的方子终归太苦，这里面加了蜂蜜，殿下应该会喜欢。多谢苏小姐。小姐，那我们回吧。不急，等他喝完，
我得带回食盒。他回去了。苏小姐还在门外等着，说必须等殿下喝完了茶，再把食盒亲自拿回去。让她进来。主子，您不是说……姑说让她进来。这般病弱的模样，倒真是个惊心动魄的病美人。臣女参见殿下。起来吧，坐。殿下怎么还没喝？上尉，苏小姐对姑的病似乎很上心。关心殿下不是应该的吗？毕竟这风寒也算因臣女而起。与你无关，是姑自己不慎。趁热喝，驱寒。有点儿太甜了。原来殿下不爱吃甜，亏我还怕药苦，准备了这个。你懂医？久病成医罢了。瑶瑶多年被柳氏苛待，小小的江大夫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殿下说笑了，臣女不辛苦。殿下这也能害羞？苏瑶瑶，姑在养病。臣女知道呀，所以臣女这不来伺候殿下喝药了吗？不必，有工人。殿下，您在发烧？无妨。那怎么还这么烫？这里也烫得厉害。苏瑶瑶，臣女只是担心殿下。你的关心未免太周到了。那殿下喜欢吗？一儿今日如何？臣女会好生照顾小殿下的。苏瑶瑶，姑还没虚弱到那地步。是臣女越界了，不过殿下您是不是在躲着臣女？姑为何要躲你？因为昨日在温泉，臣女越界了，殿下怕是忘不掉。你知道就好，回去吧，姑要休息了。那臣女明日还能来吗？随你。红尘恋心，姑这颗心竟是这般不堪炼化。主子，天凉了，该歇息了。殿下，您怎么不过来？佛珠还您，您要不要亲自来取？苏瑶瑶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知道啊，臣女在勾引殿下，可殿下明明很想要。您看，您都成这样了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主子，您没事吧？方才似乎听到您……无事，被冷水，姑要沐浴。可您还病着，冷水会加重的。再说了，一会儿苏小姐还要来诊脉，您这样怎么交代？殿下，您怎么不过来？罢了，备干净衣物，姑去泡汤。苏瑶瑶，你真是阴魂不散。点赞收藏，姑这一晚上做了什么就告诉你。昨夜某人那副落荒而逃的模样，今日倒要看看他还能演多久的冰山玉佛。臣女参见殿下。起来吧，坐。殿下风寒未愈，该吃些易消化的。有劳。殿下昨晚睡得可好？尚可。那风寒可好些了？让臣女看看。不必，姑已无碍，不劳苏小姐。那殿下把药喝了吧。殿下今日为何连看都不看臣女一眼？是臣女今日不好看吗？那殿下为何手这么凉？殿下昨夜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苏瑶瑶，适可而止。臣女遵命。殿下若夜里还是睡不着，臣女可以配些安神的香给你送来。主子，您没事吧？方才那书……林峰，这世上可有一种香能驱心底的脏东西？脏东西？主子，这……算了，退下。小姐，您笑什么呢？太子殿下刚才那么凶，他在凶吗？不，他那是在怕。我笑有些人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诚实得很呢。太子送了苏瑶瑶佛珠，还为了她夜闯温泉池。回娘娘，咱们在汤泉宫的眼线亲眼所见，
太子殿下抱着苏小姐回了寝殿，兵退左右，在里头待了整整半个时辰才出来。半个时辰，好一个清心寡欲的佛子！本宫还当他真能修到西天去，原来也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俗物，绝不能让他们成事。有太傅在，苏夭夭若进了东宫，这大统他萧沉渊可就坐稳了。娘娘何必如此焦心？是你竟敢深夜入宫！刚来，娘娘，太子动情未必是坏事。他若无情，便是一尊无懈可击的石像；可他若动了心，那苏夭夭便是这尊石像身上最致命的裂缝。好，这事交给你办，务必让那苏夭夭万劫不复。定会让太子殿下好好尝尝这情字的滋味。小姐，太子殿下天没亮就回京了。回京？他风寒还没全好，听说是南方水患急暴，这是林侍卫临走前亲自转交给奴婢的。这尊大佛总算是在心里刻下钩子了。小姐，镇国公府送来的赏梅帖。镇国公府，这帖子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。不过你倒是先点个赞，我再告诉你。赏梅宴又是些无谓的交际，谢小将军倒是好兴致。小姐，谢小将军特意让人传了话，说有大公子的消息。秦润，我哥哥的消息？正是，大公子寄了家书到镇国公府，托小将军转交。谢将军现在是大公子的主帅，消息定是真切的。去复命，3天后，夭夭一定准时赴宴。苏小姐若知您不告而别，怕会生气。孤留了信，并无不妥。镇国公麾下那位苏校尉是他的生兄。苏校尉在北京立了不少军功，听说这次赏梅宴，谢玉小将军专门给苏小姐下了帖，说是要传家书。林峰，备厚礼。您不是向来不凑这种热闹？孤与国公爷许久未见，此去是他的顺路。方向完全是反的哇！能让佛子动了情的女人，骨子里也是个不甘寂寞的。姐姐，前头这是怎么了？这小郎君生得好俊俏，又如此智孝，姐姐，咱们帮帮他吧。好一个卖身葬父，这手白白净净的，怕是连锄头都没摸过吧。好一双风流的眼。表姐，咱们别急，等着看戏。嘿嘿，小郎君生的可真俊，跟爷走吧，爷给你爹风光大葬，以后保你吃香喝辣。小姐救命！求小姐买了我吧，我什么都会做，定会好生报答小姐。这位小姐，您就发发善心吧。就是啊，总不能让这孩子被恶棍糟蹋了。姐姐，抬起头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奴叫贺清。贺清，好名字。葬父需要多少银子？50两，不，30两就够了。30两，你爹的棺材本倒是便宜。春桃，数30两给他。小姐，这人来路不明，分明是……照做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，奴以后就是小姐的人了，做牛做马绝无二言。等等，谁说买你了？这30两算我借给你的。9出13归，按行规该收你3成利，不过看你可怜，就收5分利吧。喏，签字画押。这是哪家的闺阁千金？谁家大小姐随身带高利贷欠条？这叫我怎么混进侯府？小姐，奴愿意卖身的。我不缺奴才，缺钱，要么签，要么把银子吐出来，还不上也没关系，利滚利，3个月后可就是100两了。100两？不签，那把钱还我。嘿，手印，万一你是个假名字怎么办？3个月后若赖账，我就去京兆银衙门告你欺诈罪。姐姐，你为何不直接买了它？30两银子对咱们来说又不算什么。路边的男人不要捡，尤其是长得好看，还偏偏出现在你必经之路上的，捡到了
会倒大霉。为什么？30两，买一条谁在背后作妖的线索，值。小白花玩杀猪盘，那是老娘玩剩下的，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在背后给我送戏。公子，人走远了，这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戏演一半，总得葬父，去做得像样点。那苏大小姐去谢府了，咱们也想办法混进去。去你个头！那一院子官家女眷，你是嫌我这张脸被认出来的不够快吗？苏夭夭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。苏姑娘，快请，梅都开，不，都准备好了。姐姐你瞧，谢玉哥哥的魂儿都要丢了，人还真不少。快看，那是带着太子佛珠的那位，刚退婚呢。退了婚还不安分，跑谢府攀亲来了。哟，这不是苏大小姐吗？二皇子不要你，太子又不待你，这是急着找夏家来攀谢家高枝了。李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屁不能乱放。我与二皇子解约，是因为他与我庶妹在宫宴私通，珠胎暗结，怎么到了你嘴里，倒成了我的不是？还是说，李小姐觉得女子就该逆来顺受，哪怕未婚夫跟狗厮混在一起，咱们也得替他兜着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，李小姐心里清楚。倒是你，张口闭口攀高枝找夏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李小姐你多懂这些门道呢。你够了，李小姐，谢府的赏梅宴不欢迎嚼舌根的人，请回吧。谢小将军，我送客。抱歉，让你受了这种委屈。无妨，这种话伤不着我。小将军先前说有我哥哥的消息，这是苏大哥托人带回来的，说是给他的掌中宝。夭夭无媚，见字如面，边关凶寒，凶猎得白狼，取其牙，雕琢3日，愿护无媚平安。柳氏奸猾，汝当慎之。哥哥去正军宫，回来给夭夭撑腰。给兄在查母亲旧事，切莫轻举妄动。夭夭，兄想你。苏姑娘，你别哭啊，是不是心里说了什么不好的？我就是想哥哥了。看来姑来的不是时候。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。看来姑来对了。臣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怎么来了？怎么，姑来不得？佛珠沾了泪，不吉利。殿下，苏姑娘她只是什么？谢小将军与苏小姐倒是亲近。南城兵马师近日疏于巡防，你既如此清闲，便替姑去巡查一番，如何？是，臣先行告退。殿下，疼，先放开我。放开！苏夭夭，你是不是忘了你腕上戴的是谁的东西？臣女没忘，可这与殿下何干？与姑何干？你带着姑的佛珠，在这姑面前与别的男子亲近，你说与姑何干？方才他为你擦泪，你就这么受用？只是对他温柔以待，你就忘了分寸？苏夭夭，姑是不是太纵着你了？殿下若觉得臣女越矩，大可以收回佛珠，从此再不理会臣女。只是，殿下，您舍得吗？苏夭夭，你是不是觉得姑真的不会把你怎么样？殿下能把臣女怎么样？杀了臣女，还是把臣女关起来，不让任何人看见？佛经万卷，此刻竟一个字也念不出来。姑想让她哭，不是方才那种委屈，而是被姑欺负哭。你到底给姑下了什么蛊？你真当姑不敢动你？臣女等着呢，殿下要如何对臣女？殿下，您弄疼臣女了。五毒俱全，功亏一篑。萧晨渊，你终究是坠了魔。
苏瑶瑶，你真是姑的业障。早在他踏入梅园那一刻，我就看见了。故意不躲开谢玉，故意掉眼泪。殿下，你果然还是受不了这些，跑得真快。殿下，下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什么清心寡欲，什么不近女色，不过是没遇到我罢了。瑶瑶，表哥，刚下职。今日赏梅宴可还开心？我听说李家那丫头又找你麻烦了。已经解决了，谢小将军帮的忙。你今日心情似乎特别好。有吗？就是方才逗到了一只炸毛的猫，挺有意思的。猫？谢家什么时候管起养猫的事了？不是谢家的，是只特别漂亮的玄猫，平时总冷着脸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。今日被我逗急了，又是挠人又是咬人的，可有趣了。小姐，求您收留奴吧，奴已经葬了父亲，实在是无处可去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奴打听到小姐住太傅府，小姐的大恩，奴无以为报，只求在小姐身边做个粗使奴才，端茶水、洗衣扫地，奴都愿意。娘娘，这位是？哦，他啊，欠我钱的人。这位公子看着有些眼熟。奴是第一次来京城，公子想必是认错人了。是吗？可能吧。娘娘，他欠你多少？30两，签了字据的，3个月还清，5分利。你这丫头倒是会做生意，既然无处可去，又欠了钱，是想找活干还债？是，只要能还上小姐的银子，奴什么苦都能吃。表哥，咱们家的铺子还招人吗？哪个行当的银钱给的最丰厚？要说银钱最丰厚，还真有一个，不过不是咱家的铺子。城南有一家南风馆，我之前查案路过，据说里面生意极好，日进斗金。什么？南风馆就是那个专门招揽好看公子的逍遥窟。瑶瑶，女儿家莫要打听这些。听说里面的小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是不是真的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。话本里都写了，城南南风馆那可是日进斗金的好地方。以鹤卿公子的样貌，去那儿肯定能当头牌。别说30两，300两都没问题。我堂堂什么？堂大男人连欠债还钱的道理都不懂。奴不去那种地方。那也可以，现在还钱，30两本金，5分利，拿来。还不上钱，又不肯干活，这可让本小姐难办了。表哥，你说我要是去京兆尹衙门递个状子，告他骗取官家钱财，该判几年？按大周律，30两数额巨大，少说也得流放3000里。小姐，您就真的忍心看奴沦落风尘吗？不忍心啊，所以我才指了条明路。南风馆怎么了？那也是正经做生意的地方，总比你在大街上卖身葬父强吧？好，奴去还不行吗？爽快！春桃，给南风馆的管事写个荐书，明日一早送人。瑶瑶，那人步法沉稳，呼吸绵长，明显是练家子，你留着他太危险。就是因为他有问题，才要放在眼皮子底下。南风馆那种地方最容易藏污逆垢，也最容易让他背后的人露出马脚。你啊，倒是越来越像咱们家人了，连我都敢算计。春桃，去准备2套男装，要月白色的。小姐，您要做什么？既然人送去了南风馆，咱们总得去瞧瞧这位头牌的成色。小姐，那可是南风馆那种地方。来都来了，不去看看多可惜啊！孽障！小姐，咱们真要进去啊？叫公子挺起胸膛来，跟本公子进去开开眼。这位小公子瞧着面生，头一回来。听说此地雅致，那您可来对了。咱们这儿冷清的、热情的、弹琴的，您喜欢哪种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本小子全都要。
最好的都叫来。好嘞，2楼雅间伺候。见过公子。这才是穿越的正确打开方式，纯天然古风生图啊！奴名青竹，为公子奏一曲。弹，往响了弹。公子喝杯酒。哟，硬邦邦的，练得不错啊。苏公子，这是馆里特酿的梅子酒。贺清公子适应的挺快吗？奴也是没办法。苏公子，奴知道错了，求公子高抬贵手，放奴走吧。这种地方，奴真的待不下去。是啊，公子，贺清刚来就被客人欺负得不成样子。到底是读书人，沦落至此，实在可怜。哟呵，看来他这是逃到自己老巢了，连帮腔的托儿都安排得如此齐整。贺清呢？给老子出来！苏公子救我！早就在这儿啊！哼，今天看在有人护着你的份上，先饶过你。明天爷再来。嘿嘿。演技这么烂，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我这个观众？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。重来。公子，您又救了奴一次，奴愿。苏公子，好雅兴。我说怎么早晨就见你贴身的丫鬟在我房门外鬼鬼祟祟，现在一看，这位公子身上的衣裳倒是眼熟的很啊。何止是衣服眼熟，这位小公子真是好兴致，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。太子殿下，表哥谢小将军，好巧啊！巧，穿着偷来的衣裳，带着丫鬟女扮男装，来南风馆里喝花酒是巧。苏瑶瑶，你真长本事了啊！表哥，疼！我就是想来听听曲儿，你们听我不对，听我狡辩。听曲需要左拥右抱，还需要在青楼英雄救美。苏公子，他们好凶，好吓人哦，奴害怕。大哥，我现在比你还害怕好吗？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公子。苏瑶瑶，你倒是挺会玩。那个，我是来视察产业的。产业？对啊，贺清欠我钱，我送他来打工还债。今日我是来查账，看他有没有认真干活。30两银子，3个月要还100两呢，不盯着怎么成？奴没有偷懒。你闭嘴！那这3位呢？他们是馆里的头牌，我是来考察他们的业务能力，看值不值得重点培养。你一个姑娘家跑这儿来考察头牌的业务能力？那个，来都来了，我花了不少银子呢，要不咱们把这酒钱喝回来？苏瑶瑶，这种烂借口你都说得出口？是呀，苏公子为了奴，可是花了大价钱的。这位公子看着是修佛之人吧，想必是不能喝酒的。这花酒可冲撞了佛性呢。对，你不喝就快走，带上他俩一起走。喝。出去。奴来伺候几位贵人喝酒。殿下请，这梅子酒是馆里的招牌，不烈，正适合初次饮酒的。这也叫酒，跟白开水兑果汁有什么区别？顶多3度吧，这就是古代男人的酒量。
那个，要不咱们换种酒？苏公子想喝什么？有烈点的吗？比如那种很辣、很冲、烧喉咙的。瑶瑶，你一个姑娘，我现在是公子，来都来了，不喝点带劲儿的，多亏啊！公子，这是本馆最烈的春风醉，后劲极大。就要这个，开坛。来，我敬各位。痛快，这才叫酒吗？到你们了。怎么都不喝了？来呀，继续，是男人就给我接着喝。苏姑娘，你不行了，苏公子，你太厉害了。这就倒了，诸位行不行啊？好，爽快。瑶瑶，我们二门。别喝了，伤身。殿下是在心疼我？殿下，合着您刚才千杯不醉的架势，全是强撑的啊！林峰，快把你家主子背走。苏小姐，主子这手指扣得死死的，要把您衣裳扯烂了。要不您好人做到底，跟属下一块送殿下。殿下松手，衣衫真要破了。冷，身上捂了这么厚还冷，别乱动。别走，别走，让姑抱一会儿。你为什么总要招惹姑？佛珠、温泉、梅亭，还有今日，苏瑶瑶，你是不是觉得姑很好骗？臣女没有。你有，你看着姑的时候，眼睛里全是算计。这些姑全都知道，可是姑还是来了，明知道是陷阱，明知道你在撩拨姑，姑还是来了。苏瑶瑶，你赢了。瑶瑶，怎么这么软？殿下，我不走，只是给你披件衣裳，您先松手好不好？不好，松手你就跑了。好好学着。这些年，他竟是这样一步步把自己活成了一尊不染尘埃的玉雕吗？臣女不跑，殿下放心。你骗人，上次也说不跑，结果转头就去勾搭谢玉了。那是正事。还有江景仁，他凭什么是你表哥？我也要做你表哥，姑做你表哥，好不好？殿下，您喝多了。苏瑶瑶，除了你，没人敢这样对姑。除了你，没人会让姑觉得姑还活着。殿下，别说了，我们回东宫。冷，那里太冷了。姑醉了，所以姑今晚说的话、做的事，全都不作数。殿下醉了，那殿下希望作数吗？希望，但姑不能。那便等殿下能的时候，臣女等着。她是姑
这冰冷人间里唯一的热源。主子，到了。今日多谢苏小姐。殿下客气了。路上小心。殿下也是。孽障。小姐，成了，柳氏这回是真的上钩了。他动作倒挺快，看来那从江南制造局透出来的内幕生意，诱惑力果然不小。可不是嘛，柳大富揣着咱们设下的饵回去一通乱吹，说是本金3月翻3倍。柳姨娘尝了第一笔红利后，眼睛都红了，连压箱底的首饰都送进了荣昌当铺。她只当遇上了冤大头，却不知这钱转了一圈，还是进了小姐的口袋。不对，要紧的几处产业他都没放出来，这些压箱底的东西他还留着。回小姐，小的本已唬得他要全数抵押，只是昨日小的正与他周旋时，突然来了个生面孔，对着他耳语了几句。你是？小的杨安，原是夫人陪嫁铺子里的管事，自小父母双亡，是夫人慈悲，教小的识字算账。夫人走后，柳氏将小的驱逐。前些日子林嬷嬷找到小的，小的自请与贼人周旋，不求别的，只为报夫人当年知遇之恩。杨先生请起，母亲若在，定会欣慰。你说那人是谁？是个中年男子，衣着朴素，但举手投足绝非凡类。柳姨娘听完他的话，脸色大变。原本谈好的契约，他犹豫许久，最后反悔了，只肯交出桌上这些，还说剩下的需要再考虑考虑。考虑？他哥哥柳大富欠下的命债可没时间让他考虑。那一半他收在了哪儿？那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小的怕打草惊蛇，未敢多问。不过小的在窗缝里瞥见，那人起身后，腰间不经意露出了一块玉牌。玉牌？白玉雕的，上面刻着一只鹿。小姐可听说过陆先生？陆先生？柳氏背后的人绝不止陈贵妃，还有一股神秘势力。那人是位极其神秘的皇商，产业遍布南北。只是柳氏一介后宅女流，怎会同这种人物有牵扯？管他跟谁有牵扯，他既信不过那陆先生，又舍不得咱们抛出的诱饵，索性使了个对半开的鬼主意。小姐英明，他若是真信那陆先生，就该全心求救，而不是拿出一大半家业来搏。贪心的人最容易两头落空。陆先生给不了他要的富贵，我也绝不会让他留着剩下的那样一半养老。我也该回侯府去见见这些老朋友了。有趣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原来苏夭夭背后还藏着这么一出大戏。苏夭夭，别急，让我瞧瞧你还有多少压箱底的本事。我就要那个，现在就去给我买！你这克死亲娘的扫把星，竟敢躲！小弟，这就是你那母亲教你的规矩。我母亲说了，你就是个没人要的扫把星。自从你退了婚，父亲也不进我母亲的院子了，他天天往外跑，没空陪我，全是你的错。小少爷，你怎能如此无礼？滚开！必等我当了世子，就把你们全送去沟里卖了。我娘说了，父亲最疼我，这侯府的一切将来都是我的。你一个陪货，凭什么占着嫡女名分？你和你那短命的娘，早晚得被我扫地出门。哦，真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世子，你说这侯府早晚是你的？是啊，父亲最疼的就是我。
那你可知道，按大周律例，嫡子若无大过，爵位必由嫡传。你想将你兄长置于何地？什么？更何况，庶子成爵须有功名在身。你今年8岁了，四书五经读了几本？骑射可曾入门？可知侯府1年收成几何？你娘没教过你，嫡庶有别，不是靠撒泼耍硬就能改变的。等你真能活到继承侯府的那天，再说吧。我告诉娘去，你欺负我，我要让他把你赶出去。把一个孩子养成这般蠢钝跋扈，倒是省了我不少事。娘，苏瑶瑶欺负我，她诅咒我活不到继承家业。后爷您听听，大小姐她如今连亲弟都不放过。父亲，夭夭来了。方才子涵说小孩子胡闹，父亲不必当真。可有好好玩的问过他的功课？前些日子在汤泉宫，小殿下萧逸还向我打听呢，说学堂里恕小弟最会闹腾，烧夫子胡子，往同窗书里倒墨汁。父亲，咱们侯府的脸面再这么让他闹下去，可就丢光了。子涵，真有此事？侯爷，子涵他毕竟还小。小？我哥哥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能背下整本《论语》了。姨娘若是管教不过来，不如送弟弟去军中历练几年，正巧哥哥在边关，也能照应一二。听说哥哥近日又立了大功，军中将领都夸他是栋梁。送去边关？清润又立功了。是的，镇国公前日还跟谢小将军提过，说哥哥是难得的将才。小夭今日回来，可是有事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来问问姨娘那边，我母亲的嫁妆准备的如何了。说起来都是一家人，姨娘若真是囊中凶策，那些嫁妆倒也可以缓缓。云儿妹妹要出嫁了，姨娘也该为她准备些嫁妆才是。毕竟，不对，我倒是忘了，嬷嬷，小姐，侍妾也要准备嫁妆吗？回小姐，侍妾也是要准备嫁妆，多少嘛，得看母家的受宠程度了。这嫁妆多少，也决定了在夫家的脸面。不过嫁给皇子，怕是寻常人家比不了。若嫁妆太寒酸，怕是连府里下人都要看不起。大小姐，姨娘别急，我这也是为云儿妹妹着想，毕竟二皇子府上规矩大着呢。不劳大小姐费心，说是给你的自然会给你。云儿的事也不劳烦大小姐操心，我自然会让云儿风光大嫁。大小姐还是管好自己吧，毕竟这退了婚的女子，京城里的高门大户还是嫌晦气的。姨娘刚才说什么？夭夭没听清。你怎么会有？自然是殿下给的。怎么，姨娘觉得夭夭嫁不出去？父亲，女儿先告退了。柳氏，那些嫁妆你尽快凑齐吧。侯爷，够了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悠悠如今有太子撑腰，有太傅辅做靠山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哼！小姐，你没看见刚才柳姨娘的脸色，跟吃了苍蝇似的，真痛快。这才哪儿到哪儿。走，正好到了下朝的时间。小姐，咱们去哪儿？接表哥去。表哥，官威见长啊，让巧巧好等。你这丫头又去侯府闹了？哪能是闹，是去帮柳姨娘长记性。不过表哥，杨安提到了陆先生，还说那一半嫁妆始终拿不回来。大理寺已查到，
柳大夫背后的赌坊不仅仅是勾栏之地，更是陈贵妃一脉私吞北境军饷、勾结外敌的据点。所以，我娘当年的嫁妆是被他们充作了谋反的私库。废物，让你去勾引苏依依，你却被她送进南风馆当了头牌。娘娘，那女子心如寒铁，与其说勾引，不如说她早就看穿了我的身份。3天后是除夕大宴，我要她和太子死在那池温泉里。既然那和尚动了情，那是他唯一的死穴。去见谢玉了，还收了他的狼牙坠。那是哥哥送的。殿下，您现在的样子倒像极了那晚在马车里的孽障。姑清醒得很。苏瑶瑶，3天后莫要离开姑身边半步。那些人疯了。殿下是怕臣女出事，还是怕您那串碎掉的佛珠再也补不回来？银子呢？我的银票呢？柳氏，你哥哥柳大富已在狱中招认，尔等勾结外敌，私吞军饷，这剩下的嫁妆，你怕是带不到二皇子府了。不，我是皇子侧妃，谁敢动我？二殿下此时怕是自身难保。报！北境大捷，苏清润少将生擒胡虏首领，正班师回朝。哥哥，你等我，最后一局结束了。陛下，儿臣举报太子失德，他私相授受臣女，更在汤泉宫与苏夭夭有越柜之举，有损皇室威严。臣女亲眼所见，姐姐为了攀附太子，不惜在温泉池中色诱。太子，你有何话说？姑本就心悦苏瑶瑶，什么修佛禁欲，姑若执意要她，谁敢说是越矩？你这是承认了禁欲储君虚伪至极，岂能成大统？动手！臣苏清润救驾归来，陈家谋反铁证在此，私吞军粮据点已平。妹妹，你求了一辈子的名分，如今倒是能在黄泉路上和那二皇下做一对名副其实的鸳鸯了。苏夭夭，你这妖女，你不得好死！带走。以后不当佛子了，那大庸的江山和百姓谁来管？江山我管，你我更要管。这串珠子，姑原本打算修心，可遇见你，它便只能用来锁情。殿下不是说色即是空吗？夭夭，姑的佛珠早就为你碎干净了。没看够，没看够就替我点个赞，收个藏，多多转发。我苏夭夭的仇还没报完呢。殿下你，姑的王妃跟谁说话呢？